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偷偷看豹哥的纪念之书。那我手上大佬的账号其实有几个啦，但是我想看一下豹哥的纪念之书到底长什么样子的。我相信各位也是很好奇，豹哥是什么时候入坑啊？他这边会有写2018年9月24。他这个账号可能是买的，他这个入坑时间跟我是差不多的。366天都有登录，然后在线时间2335个小时。在2022年11月13日提升了 1.8 亿的战力记录。哇，就是讲他那一天总共爆了1800多万的兵啊。那我们看下一面，这个是打野蛮人的。野蛮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啦，不过据我了解，在960这边拉野蛮人也是拉到蛮夸张一下的都是进了失落之地之后一直慢慢拉。来看一下他到底花了多少宝石。今年总共消耗了3689万的宝石。讲真的，他这边宝石消耗是我的好几倍啊。然后他的偏爱是金币，应该大多数都是在采集金币啊。那除了今年2023年的数据之外呢，我还有挖到豹哥之前的数据，这里分别是2021年跟2022年的。那以时间线来看的话，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在打这307，并且在2022年的时候装备好像也是最高峰的时期，就是你要丢一大堆的宝石去抽图纸弄装备，所以你们才会看到从原本的3560万宝石变成5375万。基本上要做的东西都做完之后，现在变成3689万了。但是豹哥的数据是比爸爸还要少一点点，真的是少一点点而已，也是消耗5000多万，但是差距并不是差特别远。比较夸张也是我看到目前纪录保持者依然还是亚老的账号，这个如传奇一般的男人，他是消耗了6609万的宝石。至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国际服的账号是超越亚老这个数据的。接着也是大家好奇的，到底击杀了多少？其实这一次我们有打365的话，其实击杀应该还蛮多的。今年总共是击杀了 8.7 亿的部队。因为豹哥这个账号呢，虽然说不是击杀第一的账号，但是他的击杀数据呢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我去看了一下他2021年跟2022年呢，其实最高纪录还是在2022年。307那一场的击杀真的有这么夸张吗？他这里差不多要接近10亿击杀了， 9.5 亿的击杀。在2021年的时候是 7.9 亿。不过老实说960在2022年报名 KVK 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击杀多也算是比较正常了。那今年2023年打365呢，其实数据也不算太糟糕，就是相差一点点而已。但是他的击杀数据我觉得也是对于其他普通玩家来讲也算是很高的数据了。还有豹哥账号的兵种变化，从原本的骑兵变成步兵，现在又变回骑兵了接着塞罗利，这个不是很重要，可以不用看了。哇哦，司机用最多这个是我意想不到，我还以为他用其他统帅会比较多，比方说关羽。那么以上就是豹哥的纪念之书啊，你们看了之后觉得怎样呢？那么可能有一些玩家不知道这些大佬的账号跟我们普通玩家的差别在哪里，就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的纪念之书。那么这边显然看到我登录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剩下862个小时，因为他们先锋王国打仗时间会比较长啊，所以登录时间比较长也是正常的。然后这边你们就可以看到差别，我只是消耗92万的宝石而已这个就是平民玩家跟大课长的差别了因为我这个账号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氪金了，所以消耗比较少一点。再看一下我的击杀数，因为我现在王国越跌越低了，现在已经变成西族了，你看那个击杀就知道有多少了。豹哥的账号比我多8倍的数据。那我用阿提拉比较多，主要是开一些集结啊，所以用阿提拉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各位，你们已经看到平民玩家跟大课长的差别了吧你们也可以开自己账号来做比较一下。接下来我们讲这一次的活动。这一次的活动打野蛮人有概率可以触发到敌人，那么这4种我都已经有预见过了。我觉得比较麻烦还是牛车那边，最简单最轻松的就是出现赛罗利，你只是打1只而已就结束了。那么打这个怪盗其实也是一样啊，它会出一些技能啊，之前我有做过一些解说。那当它消失的时候，你要提前点它，但是不要按攻击，等它消失之后再按攻击，你就可以自动去锁定它了。那这个技巧我在之前有解说过，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严格来说，打怪盗其实难度也不会很高，就是比较麻烦一点而已。有时候他出一些技能之后会导致你的队伍停留在原地，不会去攻击他。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牛车啊，你要反应快一点啊，去攻打全部的野蛮人。
消耗的时间也是比其他的任务还要更多。不过还好我这个账号其实还在失落之地啊，所以打这些野蛮人呢，基本上碰一下就死掉了。那么在打完之后就会获得这些奖励，那我试过了好几次，拿到的活动道具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在10多20多左右，另外一个纪念币呢都是在70多左右。但是其他东西有时候会给材料资源加速，不过要触发这个敌人是有概率性的啊，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中了。但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获得道具，比较容易完成7000宝石的活动。那么这一次7000宝石活动呢，其实很建议大家去购买最后一排，因为有机会可以获得虎符，然后你完成7000宝石活动之后还可以获得纪念币。那么这个虎符只有2种方法获得，一就是7000宝石这边拿到，否则你们就要去玩骆驼活动，但是那个活动呢是需要花一点钱啊，礼包价格会比较贵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家买7000宝石最后一排会比较好。总共会给600个，基本上你要买商店的东西是已经足够了的，但是也不能买太多了，只能买一些物品而已。不过还是要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物品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去拿。严格来讲，这一次的纪念币也是可以买到其他的物品，只是你们想要兑换更多物品的话，就没有办法一定要丢钱下去了。那么这里我先兑换一个虎符吧，看起来还蛮漂亮的一个装饰品，放在城市里面。放在城市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它身上的符文会闪烁，还有不同模式的闪烁，这个算是渐变吧。那么再提醒一下，如果你们是有买礼包的玩家，你有买这个东西呢，千万不要点任何的统帅。假设你是有考虑要去培养流车的话，因为这边的规则是写只能召唤你已经拥有的统帅，在我们7天登录之后就可以获得流车10颗雕像。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拥有了流车，到时候再换也是可以，因为那个换统帅的活动有13天，所以是肯定可以通过那个方式去换的。就等于说之后转盘要消耗的宝石就会减少一点，反正这一次活动也是要氪金的嘛，为什么就不要用这个方式去换统帅呢？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的宝石去转统帅呢？但是假设你没有想要去培养流车的话，就当我没有说过吧。那么还有骆驼的活动，如果你们有考虑要玩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再等等拿到流车之后才玩，反正刚好它倒数之间还有7天嘛，所以我们可以再等等，有可能也是可以选择流车也说不定。那么影片的最后我们还是再次恭喜960了，蝉联冠军，4连冠了。那管理层就有要求全部人集合在同一个地方拍一个大合照，虽然有一些人还没有换皮肤啊，尤其是那个Chiview啊没有换皮肤但是截图的话画面不够大，所以我就用录影的方式做个纪念。因为今天早上我放的截图，小飞投诉讲没有拍到他960应该也是全服唯一一个4连冠冠军，而且有很多记录都是由960打破的，比方说击杀2招突破也是960突破，第一个获得5颗星星的也是960，那我希望未来获得10颗星第一个联盟也是960。这里点开的记录实在是太漂亮了，从第4季打到第7季都是冠军。这一次的 KVK 也是第12次的 KVK， 至今为止从来没有输过 KVK， 所以称之为华人之光是真的实至名归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